好的，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日语零基础学到 N2啊，应该怎么学，或者是说有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提升的这个听力和口语啊，也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方法等等啊。那么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如果说你是零基础，你连50音图都不会的话，那这个肯定不用说了啊，需要去网上去搜一些资料啊，网上有很多视频啊，把这个50音图首先给它背下来啊，会写啊，看到了能比较快速的一个反应出来。让你去读一段对话，上面有平假名或者说片假名的时候，你要能够读出来，对吧？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然后我比较推荐大家跟照书的一个进度去学习，当然你不一定要买这个书啊，但是我比较推荐大家按照这个书的一个进度去学习啊。零基础学到这个 N4，我比较推荐哪本书？比较推荐这个大家的日本语 Minano Nihongo 啊，比较推荐这本书。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首先这本书它的难度很低啊，就是它比较适合于新手，或者是说比较适合于你已经进入社会，你的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不再像这个读书时候接受能力那么强的时候，所以说这本书特别好用啊。当然我们语言学校也是学的这本书，大家的日本语初级1这本书学完之后，大概是一个 N5的水平啊，一本书有25课啊。然后这个 N4啊，我也是比较推荐这个大家的日本语啊，那就是初级2，对吧？如果说大家在网上搜的话，它应该是蓝色啊，这个是学校复印的，所以说是红色。大家的日本语初级2的话，它也是25课啊，就是从26课开始，一直到50课这样子啊。学完这个大家的日本语初级2啊，学完50课之后，那么大家的一个水平应该是到了一个 N4的阶段啊。然后我需要强调一点，就是 N5和 N4啊尤其的重要。如果说你的基础没打牢的话，我是比较建议你学慢一点啊，再重新回顾一下，尤其是 N4啊，这个 N4里面有很多变形啊，有7、8种变形，那这些变形你一定要非常熟悉啊，每讲到一种你要非常熟悉，不然的话你后面听说啊就很麻烦，你会反应不过来的啊，所以说 N4和 N5一定要花特别多的时间。我比较推荐大家按照什么进度来呢？像我们语言学校的话，初级班一开始是1节课1个礼拜，那么1节课就是5天，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这5天只是5天，实际上我们一天是上课上3个小时嘛，但是像记单词啊等等啊，这些时间它是不在课堂上花很多时间的，它只是把单词简单过一遍，那么就说明你线下自己还要花额外的时间去记单词，提前记单词，那么这样子算下来，一天大概是得学5个小时左右，一天学5个小时，1周1节课啊，那么这个进度是能够保证你的基础非常牢固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有自己的工作，对吧？那么实际上是很难做到一天花5个小时去学习的啊。所以说我是比较建议大家按照1周1节课的一个进度，大家不要嫌慢，真的不要嫌慢。我感觉你在国内，如果你不是学生啊，你的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1周1节课，实际上这个进度还可以，我感觉真还可以。比如说你一天学习3个小时，那实际上也马马虎虎，你就5到6天啊学1课啊，我感觉这个进度就挺好。单词一定要掌握比较牢固啊，像这个 N4和 N5的一个单词，还有这个语法，你 N4、N5的语法和单词都掌握的话，实际上你已经能够表达60%自己想说的了，我感觉是这样的。大家看到我很多视频出去和别人对话，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用的 N4的一个语法啊，还有 N5的语法和单词。因为我后面 N3和 N2的单词学完之后，我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 N4和 N5的单词，所以说我根本就不怎么用这个 N3和 N2的单词。然后这个讲完这个 N4和 N5啊，和大家讲一下 N3啊，N3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大家的日本语了，为什么呢？那么这个 N3的话，大家的日本语这本书它编得很一般啊，我之前也和大家开直播一起学了啊，发现这个没有单词啊，也这个语法什么等等各部分也很一般啊，所以说我们语言学校它也没有用这本书了。我们 N3语言学校用的是哪本书呢？是用这个叫 QQA Equal 前晚中级啊，大概的一个意思。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能不能搜到这本书。这本书的话，它是日本人编的，和这个大家的日本语也是一样啊，都是日本人编的。然后有很多人在国内用的是那个新标日啊，或者是说新编日啊，具体的名字记不太清了。那本书的话，用的人也比较多。那本书是中国人编的啊，它的难度相对而言会比这个高很多，更偏向于考试啊，它的知识更加全面。
但是我比较推荐大家还是用N4、N5用这个大家的日本语，然后 N3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有没有这本书，有这本书的话可以用啊。这本书的话，它的一个难度甚至还没有这个 N4的这本大家的日本语这么高。但是我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个呢？是因为到了 N3开始，它是一个难度的一个分水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星标日。那么这个星标日，我当时也学完之后，我发现，这个语法点啊等等，词汇量啊等等，太多了，看着真的头皮发麻啊，记也记不住，真的挺难受的。那像这个 QQA 一扣，它这本书和这个大家的日本语啊，它很接近啊，也是日本人编的嘛，有可能是语言学校的老师编的啊，我不太确定。那么这本书的话，它的难度和这个很像，风格也很像，所以说就很适合过渡，真挺适合过渡的。但是它语法有一部分重复啊，我不确定它能不能找到啊，但是大同小异。我 N3 的话，我是比较推荐大家用那种难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有一些新东西可以学啊，作为一个过渡的一个内容。实际上你 N4 和 N5 的一个基础打牢之后，后面的话，不用非常刻意的去学某一本书，比较推荐大家找一些难度不是特别高，然后又能学到新东西的一些书籍。当然，你也可以跟着一些其他的视频去进行学习。然后这个 N3 的话，我们还学习哪几本书呢？N3 的话，不单单学这个语法，我们还会学这个生活相关的一些词汇量大家可以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日本語総まとめ》，它应该是属于一个系列叫做日本语能力试验对策这么一本书那么这个 N3 除了这本词汇量相关的书还有哪一本书呢？还有就是汉字。我们语言学校会给我们过一段时间印一本这个汉字的书。那么这个打印的这个汉字的书，它的一个内容就是各种汉字的一个音读和训读，和我们小时候学语文一样比如说一个疼痛的痛，它能组成哪些词？可以组成这个头痛，可以组成这个腹痛，可以组成这个疼痛的，对吧？那么音读和训读是什么意思？音读就是说这个词的一个发音来自于外来语，比如说我们的中文或者是说英语。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 cake， 对吧？那么这个 cake 这个单词，它是来自于英语的这个蛋糕 cake， 对吧？所以说它这个就叫做音读那么什么叫做训读呢？训读就是说你这个单词是日本人自己发明的那么这个就是训读。所以说这个单词基本上都分为音读和训读，它有可能这一个单词有很多种发音，但是它这个发音基本上都是这几种。所以说我们老师也会给我们去学习各种汉字的一个发音，去总结一下那么 N3 的话，实际上它的一个知识量你说多的话它也不多，你说少的话它实际上一点都不少。主要是它除了这个语法之外，它还要学习很多生活相关的一个词汇，还有这个就是汉字了我们在语言学校都是听说读写全方面去学习很多人会认为语言学校没有一点作用，那么实际上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你认真学的话作用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你基础越差，它带给你的一个好处就越多如果说你的日语刚来之前就已经到达了一个 N2 的水平，那么你在语言学校确实帮助非常小它只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偶尔去练习对话、练习说、练习听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如果说你来之前你的一个日语水平是 N3 以下，那么对于你的一个帮助实际上还是蛮大的，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因为你很多东西你之前为了应付考试，实际上你基础不是特别牢固嘛，对吧？好的， N3 我们讲完了，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N2 这本书N2 这本书的话，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实际上 N2 的话，我就不太推荐大家按照某一本书去死脑筋的一点一点的去学了。N2 开始，实际上它就属于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了我相信大家学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太想继续很慢的速度去学习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大家按照我们这种方式 N2 的时候直接买一本这个语法书，这本语法书里面有所有的语法，大家直接按照这个语法全部去过一遍，然后去刷往年的一个真题，用这种方式这个过渡 N2 是非常快的可能你这个学完之后你这个基础特别不牢固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挺好的，我感觉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大部分人当然如果说你的学习能力比较强，你这个精力比较旺盛，你也可以去按照这个 N2 的书籍去一点点的学习那么我当时大概是到一个 N3 一半的一个进度，就是 N3.5 的一个水平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这个 N2 的考试了
那么 N2 的考试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去做的。首先这个语法得过1遍到2遍左右啊，那么过的速度的话，也是比较快的，就那种走马观花的那种情况。但是我会考试的时候，我遇到这个比较熟悉的时候，我又会回过去翻一下，去查一下。那么经过这么几轮做下来，把往年10多套卷子的那个语法部分全部做完之后基本上这些常见的语法你都会比较熟悉了。至少你不会说没关系，但是你考试的时候遇到你要会写，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我比较推荐的。然后这本书叫做什么呢？也是我刚刚说的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是一个日本人编写的，叫做《日本语能力试验对策》，也是这个系列那么这个就是 N2 文法这本书它实际上它好像有好几本书是一个系列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N1 的一个汉字这里有这个 N2 的一个汉字等等。说实话，我感觉这本书很一般也不是说特别推荐，但是作为考试去临时突击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它这本书语法特别全特别全的一个程度上，那么它讲的就会特别的粗糙，很多这个语法它都只有一面基本上每一个语法它可能就一面或者说2面那么一个语法实际上我们需要掌握下来的话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它就简单的一点点几个文字3条例句就给你讲完了。所以说你学完之后基本上都是走马观花，你肯定不会用的，但没关系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更重要的是应付这个 N2 考试所以说我是比较推荐大家直接开始过语法，然后去刷真题，先把 N2 过了再说。然后这个词汇的话，我不太推荐大家按照这个书本的那个单词去过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网上找这个核心词汇，或者是说往年考察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些词汇大概一般是800到1000个左右那么大家花一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把这800到1000个核心词汇给它记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一般考试的话，来来回回考的就是这些词，它可能这个词组你没有记住，但是这些词这些汉字每一个音读和训读的发音你大概会比较懂，能够推出来我们中国人考试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大概能够读懂它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音读和训读大家接触的多了，大概能推出这个单词的一个发音好的，这个就是N5 到 N2 的一个学习方法，我是比较推荐大家按照这种进度来学。如果说大家找不到对应的一个书籍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找对应的一个书籍。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N4、N5 你是肯定能找到对应的书的，那么 N3 开始到 N2这2本书的话，你不一定能在网上找得到不一定找得到的情况下，你可以取对应替代的一些书籍N3 的话，你去找那种书，就是难度不要跨度特别高但是你能学到新东西。N3 是一个拓展词汇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你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去记单词。当你 N3 词汇量比较多的时候，你 N2 学起来就会很轻松。N2 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首先把这个语法过一遍，然后刷往年的真题这样子。好的，讲完这个零基础到 N2 这个过渡，那么怎么去提升自己的口语和听力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方法首先这个听力的话，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多刷这个日语的这个口播，或者是说生活相关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从哪里去看呢？可以去油管。那么这些视频怎么去看呢？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各种信息等等。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博主，我刚开始也是看他们的视频过渡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这几个博主，给大家一一推荐一下。首先第一位就是这一位博主。这位博主他的一个大概的内容是偏向于 N4、N5 的一个难度，我感觉非常适合那种基础比较一般，然后这个听力还不是特别好的那种情况。当然我现在可能看的比较少了，因为他的一个视频内容有点过于简单了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不太推荐了如果说是 N5、N4 左右可以多去看一看。然后第二位是这一位这一位的话，我实际上比较推荐大家N4 到 N2 之间都可以去看他的视频我感觉我看的是最久的特别好。然后到了 N2 之后，我好像看的也比较少一点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一位的话他的一个视频系列有点偏向于自己偏向于讲自己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的语速特别慢所以说大家到了 N3 左右
需要开1.5倍甚至是1.7倍、2倍这么一个语速去听。当然，它后面也出了一些不同风格的一些系列的视频，比如说他一边玩《星露谷物语》这款游戏，一边跟大家讲这个日语啊。总的来说，如果你开1.5倍速啊，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这一位的话，他的一个视频风格是偏向于找朋友一起2个日本人进行对话的这种方式去教大家日语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位就是有点难度的了就是这一位博主他是旅游博主，那么他讲话就是正常日本人讲话了，所以说这个是难度非常高的。我也是闲暇时间偶尔去看一看，比较推荐依次从上往下去进行一个学习。然后就是说的话，实际上念起来比听更加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水友他没有很多说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比较推荐大家去自己多用日语去造句实际上很多人坚持不了，那么坚持不了的人的话，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找国人找国人也好，你去用各种软件也好软件的话能够在国内使用的，比如说这个 HelloTalk 这个软件也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当然我刚开始用过但是我是 I 人我不太喜欢那种进某一个讨论组和大家和好几个人一起去说话去聊天，我比较喜欢那种1对1的去聊天，那种状态我会比较喜欢但是实际上呢那个 HelloTalk 这个软件大部分都是没办法1对1你1对1的话一般没有人会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和你对话所以说就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I 人的话可能很难做到大家可以多去搜一下自己去用一下就知道了还有就是第二个方法，比较推荐大家去找对日语同样感兴趣的人去找这些人去建立各种小团体，去每天进行一个口语对话，用日语去进行一个对话。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你这个口语很差，大家不用害怕就是对方的这个磁带口音比较重，它更多的是锻炼你这个造句的能力，你去熟练掌握这个语法的一个能力，它更多的是你去输出，而不是说你去听别人去说听当然也有一定的好处听的话可能它的发音不是特别标准，对于你的听力练习很薄弱，但是你更多的去输出去说，自己去多去造句子，慢慢的你去说的更加的流畅了这个就很好。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并不是说一定要和日本人对话才能练这个说你和国人对话，它也是能够锻炼你的说的能力的当然如果说你在日本的话，那更不用说了日本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有这么一个环境，你平时不管去买东西也好，或者是说在语言学校和老师对练也好，其次在日本提升口语和听力最快的一个途径就是打工。当然我之前打过1个半月工后面为了应付这个 N2 考试离职了确实那段时间对于我的日语提升还蛮大的可能听说提升比较一般，但是我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从 N3.5 到了一个接近 N2 的一个水平至于能不能过这一次7月份的一个 N2 考试这个替天由命估分的话大概是估到一个80到90左右，但是它是一个赋分制。赋分制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题目很难，你扣的分就少；如果说这个题目很简单，你错了就会扣的比较多。我阅读的话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坏习惯，就是说我需要在脑海里面读出来我才能够懂。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读的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读的话，你就看不完。我大概还有10个空没时间写，就相当于有3到4篇阅读根本没时间看，很夸张。所以说我特别不擅长考试，就是因为我做题的速度太慢了那么如果说是大家的话基本上也能够从零基础到 N2如果说你每天花的时间足够多的话，基本上1年左右也能够把它拿下来。如果说你是花的时间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话，一般1.5年或者是说2年左右也是能够把这个 N2 给它拿下来的。说的话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大家常常听说过的叫做影子跟读影子跟读的话，实际上我偶尔也有练习，但是很少有些时候我不太感兴趣，我就说着说着我就没有这么大的精力去跟着读了当然这个方法实际上还是挺好的大家偶尔可以去感兴趣的时候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可以去跟着去练一练。我不太推荐大家用往年的真题去跟读，
往年的真题可能应付考试很好，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根本就坚持不了，因为它实际上用到现实中的一个场景特别少，我感觉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下去吧。所以说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网上找那种比较贴近于生活，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视频去跟读不太推荐大家去按照那种听力考试的那种原文去跟读。那么这个就是零基础到 N2，包括这个听和说的一个训练如果说大家没有这种群组的话，可以去水友群里面去吆喝如果说吆喝没人回应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大家去拉几个这种小群组大家每天自己去打开这个电话沟通然后去对练吧我比较推荐，偶尔我可能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对练一下。对了，给大家推荐一个记单词的软件，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的话，手机也能够下载这个软件下载之后，手机和这个电脑端可以是实时同步的，点这个同步就能把电脑上的一些单词同步到手机上，然后点手机上的同步可以把它同步到电脑上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那个软件是要收费的这个就没办法了。然后大家可以用这个电脑端去进行记忆如果安卓手机可以用手机讲一下这个软件的一个好处，它软件的话，它是可以实时自己添加各种卡片，甚至还有各种插件，可以去网上去下载各种好看的模板也可以去下载官方的一些牌组，这里点获取牌组具体这个软件怎么使用，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看到我下载了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可以记录我一天之内复习或者说学习了多少张卡片为了备战 N2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记这个卡片每一天都去复习了很多很多，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基本上很少有那种间断的一般有间断都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基本上后面你看都是好几百张卡片，甚至多的时候500多张卡片，基本上就把这个 N2 的核心词汇给它全部过了一遍我这个牌组的话大概是600多个单词吧，这个是我自己从网上搜到资料，然后给它整理放进去的用代码整理了一下。然后这个的话随时记我也比较推荐大家用我这种方法，一个是 N2 的词汇中间这些你可以看着自己弄，但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弄一个 N2 核心词汇的一个词库，还有一个随时记的一个词库。随时记就是你看到了一些比较常用的，或者说你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单词你不会，然后你想记录下来，实时记录，你就把它记录到这个随时记我比较常用的是随时记这个词库因为这些词库我自己在现实中都遇到过，那么我就知道它的一个大概的使用场景或者是说我经常记又经常忘的一些词，我就放在这里面这里面的词我记起来没有那么的费劲就是很多词有一点点忘记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词我很有印象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没有那么吃力我很喜欢这个词库。那么这个词库就是为了考试这个 N2 的词库就是为了考试那么这个软件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最后的话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这样子比较方便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首先零基础还是老样子去网上去搜这个五十音图把这个50音图先过了最起码你看到某一个平假名和片假名，你需要这个能够简单的快速的给它读出来，然后开始 N5 和 N4 的一个学习。N5 N4 比较推荐大家用《大家的日本语》这本书这本书是肯定能搜到的不管你是用这个纸质版或者是说网上的那种电子版也好都可以电子版的话这个可以找水友群里面去问包括找我问也可以。然后就是 N3 的话我用的是这个QQA Eco这本书大家在国内不一定能搜到，它是日本语言学校老师编的，我怀疑那么这本书的话它对标的一些书籍就是那种，比如说这本书它学习的难度不是特别夸张，它的一个跨度不是特别大，但是你能学到新的语法，学到新的东西那么在学习这个语法的过程中，一边去拓展你的词汇量比如说我们词汇量生活相关的一个词汇量，我们用的是这本书再给大家看一下日本语，然后这个应该是汇总这个日本語ソマトメ，然后就是这个汉字这个大家可以去系统的学一下，也可以不学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学完这个之后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你后面记单词的话会特别舒服。那么 N3 过了之后，那么 N2 的话就是直接买一本这个汇总的这个语法书直接开始把语法过1到2遍，然后去刷往年的真题
啊。这个过的时候你可以过得快一点，大概可以花1个月或者是说半个月把这个语法全部过了，然后开始刷往年的真题。往年的真题怎么刷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千万不要死脑筋，就是一刷就是2个多小时，直接按照考试的那种方式去刷。啊，我比较推荐大家针对于某一个训练专项，一个训练专项的去刷。你今天刷听力，那么你就刷1套听力，那么就够了。啊，比如说你今天刷文法，那么你就刷3套的这个文法部分。啊，比如说你今天刷汉字的话，那么你就刷几套汉字。实际上汉字的话，大家可以刷也可以不刷。我当时是刷了5套左右的一个汉字，其他的后面我都没怎么刷了。但是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正确率还行。那么 N2 以上的话，大家也不要问我，因为我自己这个半吊子水啊，也没办法教大家。啊，后面就是这个练习听力和说。啊，听力的话还是老样子，去这个油管去找各种口播视频，或者说日语相关的一些对话视频去多听。然后这个说的话，比较推荐大家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去各个软件上去找日本人进行对话。啊，那么这个软件能够在国内使用的啊，就是这个 HelloTalk 啊，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对于 I 人来说不是特别友好啊，对于 E 人来说是特别好的啊，大家可以是直接去进那种讨论组里面去跟别人去进行交流。第二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去找和你一样对日语感兴趣的一些小伙伴啊，他们也想练习说啊，那么你在国内没有很多这个说的机会，你可以去多进这种讨论组等等。如果说大家没有这种渠道的话，也可以去水友群里去吆喝，增加这个学习的一个氛围。然后第3个就是影子跟读啊，影子跟读的话，有些人他坚持不下来啊，我不太推荐大家去跟这个往年真题去学习，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找这种生活相关的，或者说日语对话相关的啊这种视频去跟读，而不是这个往年的真题，因为往年的真题真的太无聊了。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视频非常的长，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